语文和外语2门课都报好了啊，以后你就跟着老师慢慢学，妈相信你一定没问题啊。咱们合同签了，儿，你呢，专心学习，啊。妈妈，你为什么又要给我加课呀？老师说你的阅读理解能力欠缺点儿，阅读理解非常关键的。还有就是奥数呢，也不是最拔尖儿的。可是英语和数学我都已经上了呀。那是以前，现在你离小升初就剩最后1年了，要冲顶至少要双语双数，咱们已经算是报得晚的了。但是你给我加的这个奥数在星期5下午，我还有足球班呢。这个奥数班和钟老师的那个可不一样，这是集训班，只针对金牌班的学生开放。就算不上这个奥数班，你那个足球班我早就想给你退掉了。咱们这个区的初中没有足球特色的。再说了，你那点水平啊，也达不到特长生的程度。现在这个关键时刻，只要是对学习没有帮助的，就都是浪费时间。妈妈，可是我真的很喜欢足球。如果我不去的话，我们队里也没有替补，就少一个人了。你们是要冲刺世界杯还是为国出征啊？多一个少一个有什么关系了？妈妈，交给爸爸，烦了他了。我觉得足球这个事儿啊，就没必要太功利，孩子喜欢吗？他喜欢的多了，还都能依着他呀。你看啊，足球之所以被称为世界第一运动，是因为孩子在这个过程当中能培养激情、友谊啊、成就感。考不上翰林，哪来的激情、友谊、成就感？那也得有时有赏啊！你子悠现在1周的时间都满了，就周5下午这一块时间，大人还有个双休日呢。那是你，我有吗？我哪有那么好命啊？哪个双休日不是我陪着子悠去上课的？谁不累啊？啊！我平时上班，双休日上课，你呢？除了会在旁边说说风凉话，你还会干什么？那我怎么办？我不管了。我倒是想让你管，你管得了吗？县城的好人谁不会做呀？你看看现在谁家不上课？就连米桃和南丽家都在上课。可孩子好不容易跟我张回嘴，你就给个面子嘛。那我不管了。你管你管。你是不是觉得自己已经是最优秀的了，可以骄傲自满啦？远的不说，你离米桃还差一大截呢。回头再让欢欢给赶上了，你还好意思见人吗？妈都是为了你好，嗯。行了，别伤心了。你要是真喜欢，
就继续踢吧。真的吗，妈妈？妈，你放心，如果我还能踢球，我肯定会更加努力学习奥数的。子悠，妈妈做任何决定，都是为了你好。你要记住，这个世界上最希望你好的人，就是妈妈。妈妈也希望你开心，因为你开心，爸爸就会更开心。谢谢妈妈，妈妈真好，妈妈万岁！妈妈，我答应你，每次踢完球我都会更早的回来，认真的学习。下次奥数分班考，我一定会得到第1名的。今天请你们来啊，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事，就是随便聊聊。张老师跟我说了，米涛这孩子啊，学习很用功，悟性也特别好。有这么一个女儿，真的是父母的骄傲。这次呢，我看了5一班期中考试的情况，米涛的成绩是有一些波动。校长，桃在老家的时候，他也没有接触过这个什么拓展什么情景来着？情景训练和拓展阅读。对，我们呢已经在外面给他报了课了，桃也很用功。校长您放心，他应该很快能赶上来的。2位可能误会我的意思了，这回请2位过来呢，就是想给2位宽宽心。一次考试的波动，并不说明什么问题。我们风帆衡量一个优秀的学生啊，不光是看他的学习成绩，还要看他的学习能力和学习习惯。米涛的学习能力很强，习惯也很好。你们要相信学校，我们会兼顾到每一个孩子。外面的补习班只是速成，不能真的提升孩子的眼界和能力。我们要相信米涛的能力，要尊重他自己的节奏。张老师已经给他推荐了少年宫和图书馆，最多再过半个学期，到这个学期末，米涛的进步一定会非常显著。谢谢你啊，何校长，也要感谢咱们学校的老师。我跟他爸呢，文化水平都不高，但是我们对桃的期望很高。我也对米涛有很高的期望啊，同时，也请你们对学校有信心。那是一定的，谢谢您啊，校长，真的是让您费心了。这是我们应该做的。也谢谢，谢谢你。来，喝水来。退课。行啊，咱们都是老熟人了，别人退课呢，多少收点工本费。你要是退的话，我1分不少都退给你。谢谢啊。不过我能不能多问一句啊？这么难报的名，为什么要退呢？我这不是心疼孩子吗？孩子成天就学习了，一点玩的时间都没有。我也不是铁石心肠。理解，这个时候其实我多说什么都不对，不过我还是希望你能先见个人，之后再做决定。崔经理，我已经到这儿了，但是门卫不让我进啊。好，稍等啊，我打个电话。啊，好。第一次到我们这儿小叔叔的家长，都是这个眼神的。我以前都是在门口看一看，这还是第一次进来。王主任，咱们学校在我们家长眼里简直就是神一样的存在，能见到您真的是太荣幸了。老崔是我师大时候的同门师弟，虽说现在走的是2条道，可还是好朋友嘛。不管你儿子是今年来还是明年来，但考还是得考的。像我们这样的学校，优质成员永远都是生存之道。这个我懂的。有些话呢，我只是跟熟人才说的。比如说，想进来，还是得先过另外一关呢。考什么？奥数。你果然是懂行的家长啊。那按您这么说，也没别的办法了，孩子只能继续辛苦。哎，你们是风帆小学的吧？啊。
在年级里边排名怎么样？年级前10，班里排前3。啊，我们是副班长，在择树上的是金牌班。不错，听起来还挺优秀的，是个好苗子。那就这样，我在翰林等你们家小朋友。哎呀，借您吉言，我们一定努力。好嘞，好嘞，好，谢谢。为什么你都跟我说好了，怎么又变了？妈妈不是故意说话不算话的，这不是情况有变吗？咱们再辛苦1年，等你考上了翰林初中，想怎么提就怎么提。考上翰林初中不是还要考重点高中吗？你看，其实不用妈妈说，道理你都懂的。你就是说话不算话，你就跟我说好的。别碰我啊！你听妈妈解释啊！你现在时间宝贵，奥数学2门都算少的了，哪还有时间干别的呀？我和队友都说好了，明天还要比赛呢。反正足球你就别想了，好好把奥数学好。你是年级顶尖的吗？国会成绩都能拿满分吗？你怎么就这么知足啊？你知道你为什么你的成绩永远都不稳定，就是因为你态度有问题。都什么时候了也不看看。你那些蜗牛、蚂蚁，还有什么年均什么，你都给我处理掉啊！一天天时间都不知道花到哪儿去了。不跟你妈一般见识啊，儿子。哎呀，别哭了，别哭了啊！上有政策，下有对策，爸带你透透底，好不好？大胖儿子，不哭啊！男子汉不流泪啊！爸爸在，有爸呢啊！有爸啊！不哭。答应孩子的事儿，起码的信用得有吧？不带你这样出尔反尔的。我是在害他吗？我都是为了他好。别人都在拼命，他不拼，将来能有好日子过吗？什么叫好日子？充裕的经济，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。我相信我们的条件能帮子悠实现，干嘛这样逼孩子啊？他快乐吗？我跟你说不通，这事儿你别管。既然孩子这么优秀，咱们做家长不能松懈，要把有限的时间都花在刀刃上。这越是顶尖的阵营竞争就越是激烈。我们要带领孩子用最快的速度冲到前边去拼中考。我们翰林选拔的是本市最顶尖的生源。我看小汽车的速度很快啊，从 B 点出来这辆车呢，它开的有点慢，它可能是辆大卡车，它给你们家送快递去的啊。他们两个相遇的点在 C 点，在 C 点相遇的时候，今天的轻松一刻，我们来进行经典音乐赏析。
春江花月夜，现在所有同学把眼睛闭上，我们一起来慢慢的感受音乐。在春日里，寂静的夜晚，月亮慢慢的升起来，银色的月光倒映在水面上。呀，不好意思啊，张老师，早上跟您请过假的，要带常浩然去上课。浩然，儿飞天，你乘着一艘小船，在江面上荡漾而来。张老师，不好意思，岸边繁花满树，在风中轻轻地摇曳着。张老师，现在几点了3点40，怎么了？我今天能不能早一点走？周老师说他要给我做一个测试。行，有人接你吗？我自己去就可以。慢点，宝贝，慢点。唔係啊，例如呢個有見到啊，老師。已知图中的4边形都是正方形，已知中间的三角形面积50，求丁一部分面积。来，我们来解题一下答案。根据斗角定律，这丁一部分的三角形面积等于中间的三角形，因此丁一部分的面积是10除以3。一定要这么累吗？孩子最近都提不起精神。一个冰棍儿，草莓味儿的。来，要不接着打。一会儿妈妈带你去商场，再买个 Elsa。没意思。哎，要不今天晚上我们去那个童话餐厅去吃饭吧？好呀。没事没事，他就跟人不一样。你看，就跟人不一样，好办法，也不干嘛，挺好看的，还弄个项链，就是项链漂亮啊。打扮他们啊，对。不是。哎呦，哎，谢谢啊，谢谢。啊！
小王子啊，你别撞了别的小朋友啊！你说这孩子，没事，咱们这么大的孩子了，你这心里面有数着呢。哎呦，我的天哪！轩轩也是，哎呀，天呀，都皮得跟个泥猴似的。回家洗衣服能洗出一盆黑水来。我们家那个也是，你看一点女孩样都没有，玩起来就疯个没边儿。哎，现在能玩，赶紧抓紧时间玩。你要真要到了我们家欢欢这个年纪，你说哎，多辛苦啊，读书是作孽的不得了。是的，我也跟他父母说，现在的重点就是玩，那学文化的事儿以后再说。就是啊，急个啥呀？我是超人，超人来了，超人，我是超人。姐姐走。对着姐姐玩，你看看。去吧，去玩吧，去吧。他还要飞呢，你看他自己像个秤砣，还飞呢你。哎呀，玩吧，这种无忧无虑的日子不多好，过去就过去了。难不成上了大学之后再来玩滑梯？这种疯玩的时光对他来说，可能是一辈子最珍贵的。走了啊，记得复习啊，回去要复习啊。好的。子耀，赶紧！咱们家有一个小小的录音笔，你看见了吗？他要是不用心教，还给咱们家孩子穿小鞋，那可就得不偿失了。钟老师，你千万别误会啊！你听我解释。解释吧，我听着呢。但是我提醒你，孩子还是坐着呢啊。说实话，别跟我说就是一普通 U 盘。我是怕孩子上课不认真，我就想录下来，让他课外消化。但是子悠自打进了金牌班以后，进步非常明显，所以我就一直都没听，放着放着就忘了，彻底忘了。钟老师啊，你可得相信我啊！我们对你的授课质量那是非常满意的，对你本人我们也是很感激的。金牌班上课的内容是行业机密，不准录音录像的，这您知道吧？这个我还真的不知道。这……对不起，钟老师，不会再有下次了。子悠妈妈，既然来了我的班上，就要服从我们班的规矩。你们要让孩子考高分，要舍得孩子吃点苦，这事儿我之前说过吧？舍得的。严子悠，他离我的标准还有一段距离，你们家长心里要有数。钟老师多费心啊。咱俩呢之前是有过节，但是孩子既然来了，就是我的学生，我会一视同仁，好好教的。但是我的要求会比较严格一点，希望你们有心理准备。谢谢钟老师，不要有任何顾虑，该怎么样就怎么样，对孩子严厉点，那是为了他好，这个我们都知道。
天下午课后的轻松一刻，学生都走得七七八八的，家长都像赶场子似的来接学生去上课外辅导班。您说，学校课堂反而成了最后的空间。何校，现在我们怎么办啊？择数提前教学，翰林掐尖录取。他们这种短视的做法，对我们的教育伤害太大了。他们占据优势的根源，是收获了一批最优秀的学生。但剩下那些暂时还不太优秀的学生该怎么办呢？是啊，他们这么高掐尖，现在大环境非常的焦虑，家长们都拼了命的想让自己的孩子当那个尖儿。而真正的教育，恰恰是要有教无类，包括那些资质普通的孩子。可是，您说哪个家长肯承认自己家孩子资质平庸啊？就我们班那个夏欢欢，他的父母一直以来都是非常理智的，但是现在就连他们，我眼看着都变得越来越焦虑了。是啊，我们学校一定要和校外的商业机构争夺家长们的影响力，但是我们也有信心。学校已经组织了一段时间了，我们的家长学校马上就要开课了。家长学校？是啊，就是定期会有一些主题培训和沟通，主要是和家长们进行一些互动，缓解他们的压力，和我们的教学理念达成一致。兄弟学校已经做过一些试点了，效果还不错。真好。蒋老师，我们公立学校是素质教育的最后一道杠，我们不能认输啊！不能认输，绝不认输。你这个态度就对了。乙车用的时间就是甲车的3倍，那我们就可以算出来，乙车从 C 点到 A 点，在前11场比赛2每一场都会得7。地上对吗？验算了吗？我问你话呢，验算了吗？要我说几遍呢？啊？第几遍了啊？验算，说不听的是吧？你来这儿干嘛来的？没长脑子？好好上课啊！下课妈妈来接你啊。行，好，妈妈拜拜。哦，非常好，这个方位要给它记清楚，在家里好把这个字打写下来。我出去站着。次数是10，那这个总数是多少呢？总数就是用它前11场啊，每场得75分的分数，再加上第12场。子悠，子悠，你怎么出来了？你怎么了啊？跟我说说，怎么了？钟老师让我出来的。钟老师，不好意思，我刚路过。这孩子怎么上课就出来了？就是孩子不听话，我吓唬他，没事。坐过去吧，杨子悠。没事，去。那不打扰你上课了。好。咱们继续啊。我再重复一遍顺序啊：乙、丙、甲、丁啊。您好，请问您是金牌班的严子悠家长？哦，那您里边请。所以我们看一下第2题 ，Number 2 ，Tom and Jack are at the snack bar. True or false?
自己说第几次了？我让你背公式，背公式，你就是不背是吧？什么脑子啊？里面什么东西啊？木头啊？木头我都教会了呀。我告诉你，我是不是每天要在这你身上浪费时间啊？我今天浪费5分钟，哎，全班加起来9个人45分钟全被你浪费。我告诉你，你下次再这样，你回去跟你妈说，别来上课了啊！我这没有那么多时间给你耽误。你笨就笨吧，还笨有了。哎，你怎么这样啊？你自己说说看，你作为老师，你怎么能跟孩子说这样的话？我说不着这个，我从来不跟祖辈沟通啊！你要有事让他妈跟我说。哎呀，你别走，你别走，你这什么态度啊？我们花这么多的钱来，是为了孩子来上学的，不是随便给你骂的。我刚刚听得清清楚楚的，他骂我们家孩子摸人脑袋，说他笨蛋，还让他滚。我们家孩子从小到大没受过这么大的委屈。哎，这太过分了啊！就是啊，现在怎么还有这种老师啊？这老师这个。怎么了这是？阿姨，又怎么了这是？什么又怎么了？你问问他，今天我是赶上了，要不然他就要欺负我们家孩子了。我们家孩子在这里上了很多堂课，在背后指不定怎么欺负我们家孩子呢。太夸张，太夸张了！怎么夸张啊？是这样，您看啊，我们呢都静下来，来好好谈一谈，好好沟通啊。哎，你别走！你看看，哎，这就是人家说的。你看，这小孩，这小孩，来，静一静啊，静一静。再要就我们交了这么多学费是吧？就挤破头进来，孩子受气吗？就是我们交钱让你孩子上学的，今天挨骂了。不吵了，不吵了。阿姨，这样您看好不好？我们先冷静下来，这里面呢肯定有误会的，到我办公室喝杯茶，慢慢谈。我缺你那口茶啊！你今天给我好好的处理这件事情，要不然我跟你没完。是，对不对？解决总也要坐下来解决吧？你看在这里啊。走啊，解决去啊，好好谈。散了吧，散了啊。我真的不是来闹事儿的，这件事情我听到的是真的，骂得很过分的。不好意思啊，久等了。我呢，刚刚去找这个钟老师了解了一下情况啊，小事儿，就是一道应用题啊。老师课上讲了很多次了，可是子悠呢，是不是还是做错了？做错了还不验算？阿姨啊，子悠的程度咱们心里都有数。这么简单的题，如果做错了，那就不是能力问题了吧，就是态度问题，还有习惯问题。如果子悠不是平时成绩好的孩子，那钟老师也不会急成这样。哦，急了就骂人啊，骂的还很过分的。那要是再急一点呢？不要打我们孩子啊！您看啊，钟老师这个人呢，我是很了解的。他呢，满脑子就都是数学公式，情商方面确实低了一点啊。对待孩子呢，也是比别的老师都要更严格一些。当然了，金牌班嘛，也希望您体谅，老师就是会严格一点，课也会比别的班难。而且入学的资格也确实更严格一些，这个您也有数啊。我这么说吧，如果只是说想让孩子轻松点开心点，何必送到我们这儿？这个我们会啊，老师放羊，孩子开心。请问你们家长同意吗？钟老师这个人呢，脾气就这样。回头呢，我也会去说说他，但是我觉得我们这儿学费呢也不便宜，入学资格呢也很紧张，拿这个钱把孩子送到这儿来，就是为了成绩实实在在的提上去，您说对吗？如果只是为了孩子开心，干嘛往我们这儿送啊？同样的钱，
1个月带他去趟游乐园，或者玩玩游戏，带他吃顿大餐，他肯定很开心的，对吧？不对吧？这都什么时候了，您还护短呢？我这怎么会是护短呢？我不是爱管闲事儿的人啊，我也是当家长的。咱们先不说家长多希望孩子学习进步，也不说你们那金牌班的名额有多金贵，你就说这老师对吧？教育工作者，那不能用那种措辞跟语气对孩子说话的。我不夸张的说啊，那已经算是人身攻击了。这位家长啊，我们现在这个对话，咱们俩谁更像是在护短呢？有必要我这么上纲上线的吗？啊，您觉得我上纲上线？好，那钟老师今天对他说的话，敢当着全体家长的面再说一遍吗？敢吗？对不对？老师嘛，上课的时候有时候着急了一下，情绪难免失控一下，说一些比较极端的话，我们也不是不能理解。那可是我想冒昧的问一句啊，您作为择树的负责人，对于这件事情的态度，是不是侧面反映了择树真正的主张呢？哦，不好意思啊，还没请教，您是子悠的？是我大姨。哦，那您就是夏欢欢的妈妈。我是谁不重要啊，很重要，很重要。您说，您说。你们对待孩子呀，应该一视同仁，是，而不应该在于孩子的家长是谁。对的，对的。我们这孩子的家长啊，可是个暴脾气了啊！我已经给他打过电话了，他在来的路上，他到时候发脾气，我拦不住的。反正我觉得啊，今天这件事情啊，钟老师必须要跟严子悠道歉。对，这关系到孩子的尊严和教育的本质。不用怕，你妈妈是不知道你受了这个委屈，她要是知道的话，肯定跟我一样替你出头的。啊，那还有啊，你不管是体制内的老师，还是这种培训机构的老师，你既然是教育工作者，你起码都应该尊重这个师德红线的，对吧？那肯定是相互理解的嘛。家长急了点儿，心态怎么样，都是为了孩子。但是如果你们利用家长这种心态推波助澜啊，火上浇油，那是你们不应该了啊，对不对？教育的本质是什么？10年树木，100年树人。你这种道理难道还让当家长的跟你们讲吗？那真的有点……哦，子悠妈妈，你来的正好，你千万不要激动啊！我一会儿去跟钟老师说，争取让他给子悠道歉啊。不用了，我妈在电话里都跟我说了，大致情况我也了解了。老师严厉点儿，那是为了孩子好，挨几句训算什么呀？不好意思给你添麻烦了。不麻烦。哎呦，家长要是都像您这么通情达理，我们这个教育工作就好做了。玉兰，那个钟老师骂……我知道，你是好心。不好意思啊，我们后面还有点事儿，先回去了。好，走。哦，子悠。你真的是被子悠说话的，你不知道那老师骂子悠骂得可狠了，很难听的，真的。我说了没呢？周老师的脾气大家都知道的，择树店大欺客，家长们有气有不是1天2天了，都敢怒不敢言。您看谁出头了？都怕自己孩子回头被针对。南丽她就是这批歪歪，拿咱家孩子当枪使，他怎么不找他女儿的老师吵架去？田雨兰，我说你没事吧？丽丽，你好歹你也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，你起码的是非观得有吧？哎呦，天下还有这样的，真是好心当成驴肝肺啊！我，丽丽啊，你别。我说钟老师，你这暴脾气怎么就又犯了呢？那老崔脸都成咸菜色了，干嘛呀？那怎么着啊？啊，又要孩子考得高啊，又不让我骂，我给他哄出来吧，这成绩。你才发现啊，现在这小孩子打不得骂不得，都被父母给惯过头了，事儿多，玻璃心。快小点声吧啊！
们两位老师，求求你们了啊！可怜可怜我们这些营销人员吧。一个个的都把自己孩子当天才呢。那我问你，你见过几个天才啊？可事实上呢，大部分的小孩儿，到最后都是归于平庸，都是普通人的。怎么这些家长都不明白呢？行了，别拱火了，那人家长不都这样？那不望子成龙，望女成凤，我们培训机构靠什么活？啊，靠那些凤毛麟角的天才。那天才需要咱们吗？那不需要嘛，对吧？看，行，我不说了，你俩消消气儿啊。那个，这事儿跟那个夏欢欢的家长什么关系啊？亲戚？哼，亲也没见多亲，多管闲事儿。走。